东家，10万两白银已运至胡庸关。东家，10万担粮草已运至胡庸关。东家，10万件冬衣已运至胡庸关。夫人，宋侯要得胜归来，要是知道是您一直在后方支持他，一定会更加疼惜您的。不期一匹，我有些薄产，自然是要帮他。我只盼他能平安归来，说能得胜更好。到时欧府水涨船高，5年前我谭家的灭门之仇也能报上一报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太虚残诏，冒犯天颜，大逆不道，警醒再三，终然不改，罪无可赦。我韩氏一族成年男子就义染杀，成年女子通为官妓，余者逐出圣京，流放漠北，永续不得入京。爸爸，娘，如今奸臣当道，陛下定计丞相许敬之谗言，逼我谭氏一族。娘，此次一别，你我再无相见之日。阿爹要你和阿宁忘掉圣经的一切，平民百姓之下，赐你2人共安余生。你要记住啊！7年前，大周献帝霍子业日日匡夷，宠臣许敬之把控朝政，处处搜刮民脂民膏。太师谭昭以死上谏，引得圣都。想报仇吗？那便活下去，变强大，强大到所有人都无法奈何。阿娘，等我。谢云舟，你要我自降为妾，给你那个外室腾地府？你要我自降为妾，给你那个外室腾地府？香玉她不是外室，她是我在北境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亦是我大周骁勇善战的女将军。你若是知趣，你早该自降为妾。毕竟她与你这般深宅妇人不同。罢了，男女与她相提并论，多少是有些折辱她了。谢云舟，你还记得新婚夜时你对我说过什么？夫君，婉儿，我谢云舟此生绝不负你，只与你一人白头偕老。夫君，我等你回来。好。你要等我。那些话你都忘了吧？娶你之时我还不懂情爱，不过你放心，香姨性子柔明，性格单纯，入府之后必不会为难于你，反倒是你
切莫将你那些阿杂手段使在他身上，否则我绝不饶。所以在你心里，我就是一个精于算计、蛇蝎心肠的人。你非要曲解我的意思，是吗？难道不是吗？牙尖嘴利，你简直不可理喻。我不想再与你计较，你听着，明日我会在侯府大摆宴席，将香姨介绍给我谢氏族人。届时我希望老实待在院中，哪儿也别去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好自为之。要正妻自降为妾，侯爷就不怕外人看笑话吗？不行，姑娘，咱们去找老夫人评理去，不能让侯爷胡来。你以为老夫人她不知道吗？啊？云州，谭氏可同意自降为妾了？娘，你放心，此事由不得他。谭氏虽好，但是论家世，终究比香姨还是弱了一截。5年前，陛下亲自把谭家姐弟迎回圣境，我还以为陛下要对谭家另眼相待，所以才让你娶了谭氏。可谁想，竟然是一枚废棋。娘，还好我遇见了香姨。在香姨过门之后，我便是天子宠臣、丞相大人的女婿，届时加上我在北境的军功，在朝中平步青云，那是指日可待。哎，那你也不能丢了谭氏啊！她嫁入侯府，陪嫁了不少旺铺。这些年，咱们侯府都靠着她来花销呢。等你去安国公府下聘时，让谭氏把聘礼出来。不必了，娘，凭我此番战功，赏赐必不会少，何须要以妇人的银钱来置办我的婚事？好吧，那就都依你。这里是谢家，没有老夫人默许，他谢云州岂敢逼我降妻为妾？说到底，他们母子才是一家人。好啊，亏姑娘您这4年来劳心劳力的替他们操持侯府，现在功成名就了，他们便要卸磨杀驴，真是好算计啊！我早就知道，这世间最不该信的便是人心。叫杜若过来一趟。您是要？他不是想让我成为京城的笑柄吗？我倒要看看谁能笑到最后。陛下，魏远侯来消息了。说，魏远侯今日凯旋回京，便逼迫谭姑娘自降为妾，还说了许多羞辱谭姑娘的话。谁给谢云州胆子的，敢如此欺辱他？陛下，可要奴才命人去敲打一下魏远侯？不必。按照阿婉的性子，过些日子自会进宫来见朕，届时朕也要效仿玄宗，夺一夺臣妻了。这后宫啊，终于要进主子了。诸位，叨扰大家片刻。今日我在府上设宴，不单是为了庆祝我在战场之上得胜归来，云州亦要向诸位长辈宣布一件事情。我与香姨在北境战场上经历生死，互生情愫，故我准备择日迎娶安国公之女
许香宜为妻。侯爷不是已经娶了一位妻子了吗？是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谭氏自知身份低微，已然配不上我，故以自降为妾室。此事母亲也知晓。不错，香宜不光是安国公嫡女，更是立下赫赫战功的女将军，能娶她入门，是我儿的福气。是啊，香宜姐姐可比那个死了爹娘还带着一个拖油瓶弟弟的谭少多了。恭喜侯爷，觅得良人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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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恭喜！府中这么热闹，夫君怎么不叫一下妾身？我不是命你在院中不要出来吗？我乃侯府主母，府中设宴，为何不能来？谭婉，云州是你夫君，你怎么跟他说话的？不就是一时忘了喊你吗？你耍什么性子？母亲慎言，我只是有些疑虑罢了。母亲为何发这么大的火呀？娘，你便是谭婉吧？果然是个只会争风吃醋的深宅怨妇。谭氏，我便直言了，你身份低微，当年云州不小心被哄骗娶你为妻，让你享了2年清福，已经是仁至义尽。如今我来了，往后你要谨记妾室本分，好好伺候我和云州。堂堂一个女将军，真是脸都不要了。做了无名无分的妾室就算了，还敢上门来逼妻为妾，脸皮简直比城墙还厚。大胆贱婢，你敢羞辱本将军！逼妻为妾，与有妇之夫无媒苟合，这桩桩件件，碧荷哪里冤枉许姑娘？你住嘴！香依姐姐和我大哥是情投意合，岂是你一个上不得台面的蠢妇能指手画脚的？我可担不起蠢妇2字。我谭家世代书香门第，我祖父谭昭更是官拜太师，乃3朝元老。哦，原来你是谭太师的孙女。哼，一个被满门抄斩，已是沦为丧家之犬的家族，有何可说的？当今圣上登基以后，便将我谭家前朝的冤屈洗清，并追封我祖父为英国公，受百姓敬仰。许姑娘，你是在质疑陛下的决定吗？你可知我父亲是谁？谁？我父亲乃是当今文官之首，丞相许敬之。如今前尘荡荡，陛下听信丞相许敬之谗言，与我谭氏一族。此次一别，你我再无相见之日。爸爸，要你和你忘掉圣经的一切，助平民百姓挣扎，助你两人厚爱一生。你要记住啊！谭氏，我一向厌恶你们这种大字不识几个的深宅怨妇。不过，只要你识趣，乖乖做好你的妾，我便给你一个容身之地。听见了吗？像香宜这般当家主母，也该知道感恩。古有雀衔环蛇吐珠之报恩，可你们竟然无耻到连畜生都不如。侯爷，你怕是忘了，当年侯府穷得连下人的月钱都发不起，是我家姑娘用自己的嫁妆来贴补侯府，才让您的母亲、您的妹妹有了2年轻松的日子。贱婢，有你多嘴！贱人，敢打我！一个外室，谁给你的胆子敢动我的人？反了天了！谭婉，赶紧跟香宜道歉，不然我饶不了你。道歉？道歉也应该是你们给我道歉。我们合作之友。先前容忍是想知道你们谢家人究竟会无耻到什么地步。你们吃我的用我的2年，这养条狗也应该养出感情来。没想到我这些年养的，竟是逼我降妻为妾的白眼狼！忤逆长辈，谭婉，你胆子好大！说不出来你就给我闭嘴！谭氏，你怎能这样跟你婆母说话呀？早知道你是这般德行，我当初就不该娶你过门。你连香宜的1/1000都比不上。我自是与寻常女子不一样。寻常女子又如何？你张口闭口就寻常女子，深宅怨妇，你把她们说的愚蠢至极、肮脏恶毒，你就没有想过
你的母亲也是深宅妇人，你的子辈亦是寻常女子，她们也是愚昧肮脏吗？我说的是像你这样让人憎恶、大字不识几个的蠢妇。我祖父乃3朝帝师，这宫中有一半的朝臣是我祖父的门生。我3岁由我祖父开门，5岁开智，7岁便可熟读春秋。你说我是蠢妇，在这朝臣可有一半的人跟我一样蠢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许香宜，你乃丞相之女，是你比寻常女子的命好太多。你读过许多书，也看过北疆的荒漠，你杀过异族，你该为世间女子的楷模。但是你凭什么侮辱这些深宅女子？你觉得她们不想看大漠红颜值，长河落日圆吗？她们没有凌云之志，踏雪于山巅吗？她们是被李江束缚住了，不得不困在这方寨之内。如果没有这些的话，她们未尝不会像你一样见风立叶，活得洒脱自在。她们如何，与我相干。许姑娘，你既如此厌恶内宅妇人，那为何要嫁人？不然就和我们一样，沦为内宅妇人，岂不是玷污了你高贵的将军身份？真是当了继子又爱立牌。云峥，无妨，有我在。诸位，香姨平日里大大咧咧惯了，不似这谭氏牙尖嘴利，但香姨绝无此意。谭氏，你少在这妖言惑众，摆弄人心。我只问你愿不愿意自降为妻，不然我就只能将你休出侯府。好，我问你，你跟许香宜有没有过夫妻之事？如今李家虽比从前宽容许多，但未婚男女在成亲之前，若有夫妻之事，会被宗族尽诛龙堂。到时候父亲都保不住我。我和香姨还未拜堂过门，自然没有。我和云州发乎情，止乎礼，清清白白。是吗？那他是谁？阿泽，爹爹娘亲。唐婉，你要作甚？这一剑是还你2人欺我辱我谭家之仇。你敢当众弑夫，你疯了！你跟许香宜无媒苟合，生下野种，逼妻为妾，种种恶行罄竹难书。今日我送你一封和离书，斩断你我夫妻情谊，从此你我2人再无干系。你给我站住！哼！姑娘，您怎么会知道侯爷和许香宜有私生子啊？你忘了杜若是干什么的？暗探，收集情报。我从不打没有准备的仗。主子，谢云州此番急着迎娶的外侍女过门，是因2人在北疆育有一子，急切想要热回谢家。大周最注重的就是出身，那谢云州是想大张旗鼓地迎回他们母子？不是以谢云州养子身份认祖归宗。那便成全他们。姑娘真聪明啊！再过一会儿啊，那对狗男女做的丑事就会传遍圣京了，看他们以后还怎么出门见人。今晚收拾一下，明日我们便回谭府。姑娘，您当年嫁入侯府可是10里红妆，1晚恐怕收拾不过来啊。那便留一些给谢家，就当了了这段缘分。是，姑娘。阿泽，那个女人有没有欺负你？没有，漂亮姐姐让人给我好多好吃的和好玩的，我喜欢漂亮姐姐。你不准喜欢她。可是姨姨真的很好。小翠，带小泽下去。是。少爷，走吧。云州，谭氏拿阿泽的身世来嚼舌根，这不是把我们母子往火坑里推吗？你放心，今日来的都是我谢氏族人，我上下打点过了，必不会将
你们母子的消息泄露出去。至于这谭氏，明日我就以7出之条把他给休出门去。不能休了他。为何？小少爷，你看，有好多鱼呢。说谭氏乖顺，我自会给他一条活路。可他千不该万不该将阿泽的身世吐到外人面前，让我在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内宅妇人面前颜面尽失。我不仅要谭氏做妾，还要他当着外人面跪下求着我做妾，给我敬茶。香姨，香姨，香姨，云舟，我想过了，谭氏虽言行无状，但是在侯府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专休了他，他一个弃妇，哪还有什么容身之地啊？那你言下之意是？不如我去开解他一样。香姨啊，这谭氏如果能有你半分纯善，那该多好！谢云舟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谭婉，我怎能轻易放过你？你们要去哪儿？这箱子里是什么？来人，给我打开看看。我看谁敢！给我打开！好极了！我马上叫云舟把你们这群蠢货发卖出府。徐香姨，你有功夫在这儿耍威风，不如回安国公府，好好学学高门规矩。一个未出阁的女子，住在外门家中，勾栏女子都比你知道要廉耻。走。你居然拿我跟继子相比，谭婉，你又比我好到哪里去啊？你娘当年沦为官妓，如今都不知道在哪个野男人身下骑着。昨天那巴掌，你是没挨够。我听云舟说，当年你落水，他好心救了你，才被你这破落户赖上。你身上这股骚劲儿，是跟你娘一脉相承吧？你住嘴！虽说我最瞧不上你们内宅妇人的手段，但有些手段确实好使。你要干什么？丈母娘，救命！香姨，姑娘，救我！香姨，姑娘不会死，求你快救救她！救我！滚开！救我！心中，救我！你忘了，我会覆水。都快沉下去了，侯爷！云舟救我！求求你快救救我家姑娘！我手脚没力了，你能否先扶我上水？救我心中！谢云舟，我以为我不会难过，毕竟最不能赌的便是人心。但6年前，我还是信了你。你们瞧他，听闻他是从边疆苦寒之地回来的，赶紧离他远点儿，别沾染了晦气。不轻易太着缠，在时代的珍重，像当初的怀中，可太多春秋会不能相拥。还没到开满花，却看见天边一点点变红。谭姑娘，近日荆州有诸多关于你的流言，还说你我2人早已有了继父之情。嘴长在他人身上，无需多言。你就不担心你未来的夫君会介意吗？
女子的贞洁从来都不在罗裙之下，亦不在他人口中。若我未来的夫君介意此事，也定并非我的良人。女子的贞洁从不在罗裙之下。我心悦你，谭姑娘，你心地纯善，有着超脱其他女子的洒脱气质。云州新月成父，愿聘谭沙娃为夫。若能回到6年前，谢云州，我再也不会信你了。姑娘，多谢姑娘，这是奴婢分内之事。碧荷，我们走。来人呐，把这个毒妇给我押到祠堂去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谭氏，光天化日之下残害我朝将军，你可知罪？残害？那他怎么还不去死啊？谭氏，我竟没想到你如此恶毒！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方才分明是许香怡自己发疯，把我拉入水中。到底是谁恶毒？他心知肚明。得了吧，香怡姐姐这般大气的人物，根本就不屑于与你动手。当然，我不像某些妇人，惯会在背地里耍阴招。许姑娘既如此光明磊落，那你敢向上天发誓吗？若有一句虚言，便遭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你敢吗？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差遣？哼！敢做不敢当，还说是天下女子的表率，也不过如此。碧荷，我们走。我爹爹平时最疼爱我了，若是他回京知晓我在这侯府接连受欺负的话，谭氏，忤逆不孝，擅堕狭隘，该罚该打。来人，按住谭氏，请家法。是。请家法。云州，你的女人，你自己来教训。放开我，姑娘！谭氏，你可知错？谢云州，你今日若敢伤我一分，我定不会跟你谢家善了的。哟，你还威胁上我，还真以为自己是太师府的千金啊？云州，你要是再不给他点颜色瞧瞧，那日后呀，可是要骑在你头上了。姑娘，你可知错？我没错。好。别看我家姑娘，让她去谈我吧。谢云州，我原本是想与你好聚好散的。好，那我连你们一起打。你上次骂我的账我还没跟你算呢。来人，给我掌嘴！是。唐婉，你住手！唐婉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倒要看看，是你们的腿快，还是我的剑快！不要冲动。唐婉，你住手！有话好商量。放了碧荷！
你现在可以放了香姨了吧？对对对，香姨可是丞相嫡女，你要是伤了她分毫，丞相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一个猪狗不如的老匹夫，只有你们这帮废物才会怕的。贱人，竟敢羞辱我爹！怎么不服啊？谈完你，云舟。香姨莫怕，待会儿我定替你好好教训这贱妇。谢云舟，我劝你最好不要有秋后找我算账的念头。我14岁家破人亡，17岁从苦寒之地回到京中，这3年我见过太多尸体了，亦差点命丧黄泉。如果你们要是想跟我拼命的话，我奉陪到底。你既不怕，那你弟弟谭宁呢？那日家宴过后，我怕他太过思念你，因此特地派我手底下的亲兵把他从青山书院接了出来。你若是想他安好，那就赶紧放了香姨。你好卑鄙！云舟，云舟，我不想就这么算了。你不明白，他谭婉这种骨头硬猛，单独教训他一顿，不如让他成为天下人的笑话，来得痛快。你是说，谭婉？半个月之后，我和香姨会举行婚宴，届时我要你当着天下人的面自降为妾。如若不然，那你就等着给你的好弟弟收尸吧。姑娘，现在外面传了好多流言，好难听啊！你真的不管管吗？说我什么？说你善妒不容人，言行无状，还差点将许香宜给杀了。还有说您不敬婆母，叫您是大周第一悍妇。就这些啊？还说了谭家。说谭家什么了？说谭家教女无方，说老爷幸好死得早，不然就被您给气死了。姑娘，您别放在心上，都是那些人不知情胡说。就这些啊？谢云舟和许香宜呢？那不要脸的倒是被安国公府接回去待嫁了。上次那孩子也被侯爷认为义子入了府。姑娘，咱们只能受了这窝囊气吗？他谢云舟最不该做的，就是拿阿宁威胁，真当我谭婉好欺负。苏公公，臣妇想求见陛下。真是不巧，陛下不在养心殿。陛下怎的在这种地方见我？臣妇谭婉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地上凉，起来吧。谢陛下。陛下接臣女和阿弟进京时，曾许诺过臣女3个诺言。此次前来，臣女是想实现其中一个，向陛下求一道旨意。你是想让朕帮忙阻止许相宜嫁入侯府？可惜，朕当年承诺的是谭氏阿婉，而不是如今的谢夫人。这有何区别啊？区别可大了。当日朕让你等一等朕，你为何不等？阿婉，蛮夷嚣张，朕需御驾亲征以振士气，
你能不能等朕回来再考虑婚事？好，我等陛下平安凯旋。我一定会的。陈女士想着陛下日理万机，在帮臣女操劳婚事，帮臣女选夫君，实在是太辛苦了。恰逢那时谢云舟求娶，我与他两情相悦，便答应了此事。你以为朕让你等朕是要帮你选夫？难道不是吗？朕就没见过像你这么不开窍的傻子。朕就从未见过你这么不知开窍的傻子。陛下，你还想和谢云舟过下去吗？薄情寡义，喜新厌旧，两眼无珠，我真不知道你喜欢他什么。要是师父知道这事儿，九泉之下我是想求一道和离的圣旨。和离？你要和谢云舟和离？当然了，祖父常教导臣女说，阿婉，人到情多情转薄，这世间的男人或者是女人都是一样的，变心是本能，忠诚是选择。他既负了阿婉，我就不会再挽留他了。朕也有一个条件，你下一门婚事由朕亲自操持。臣妇谢过陛下，那臣妇就先告退了。你这身诰命夫人的衣服，真是碍眼。你故意的！手滑了。这样不妥吧？有何不妥？你我自小一起长大，从前我背你抱你的还少了，阿婉。只要你想，朕可以一直是你的太子哥哥。猜猜我是谁？阿婉在呢，我今日的功课恐就交不上了，到时你陪我一起受罚。哼，太子哥哥一点都不好玩。一起玩吧。原来太子哥哥还记得我。苏公公，陛下可歇歇。谢侯爷有何事？云州已回京多日，看着那些随本将军征战沙场的将领们，都已经拿到了赏赐，所以特意来问。谢侯爷竟然还有脸要赏赐？公公这话何意啊？欺负了陛下心尖上的人，陛下没把你碎尸万段，都已经是莫大的恩赐了，还有胆子来要赏赐，真不要脸。谢侯爷于国有功，陛下自然不会亏待你。劳烦您再等等，咱家还有别的事情，先告退了。哼，这老阴人，跟本将军打太极是吧？那位威远侯夫人是个什么人物啊？陛下竟然要将价值连城的云锦赐给她。陛下竟然要将价值连城的云锦都赐给她。听说威远侯在军中立下了不少战功，想必是沾了威远侯的光吧。这谭婉进宫干什么？难不成这谭氏已将我纳妾平妻的事情告诉了陛下？这毒妇岂有此理！
谢夫人，太后娘娘听说您进宫了，心里欢喜的紧，特命奴婢带您过去，给她见见。我也是许多年未曾见过太后了，我这就随嬷嬷过去。阿婉呢？回禀陛下，谢夫人被太后娘娘宫中的周嬷嬷带走了。奴婢先进去禀报，谢夫人稍等。禀告太后也用不着这么久吧？这是在给我一个下马威。太后娘娘，这是要宣我进去？巧了，太后娘娘歇下。方才我被几个不长眼的宫婢耽误了功夫，忘了告诉您一声。了。无妨，我左右只是个闲人，只等了片刻罢了。嬷嬷记性这么不好，是得找个太医好好瞧瞧，免得忘了自己的身份。对了，嬷嬷，你替我向太后娘娘请安，我就先出宫了，告辞。人走了？走是走了，但走之前还给奴婢立了下规矩。什么规矩？许是站得久了，脾性拧上来了，让奴婢别记不清自己身份。哼，这孩子倒还如从前那般娇气。娘娘，我看你很喜欢谢夫人，怎的不愿见她呢？你忘了，你是从哪里接她过来的吗？养心殿。要不是哀家及时让你把人接出来，皇帝这时候恐怕带着人家把龙种都搞出来了。陛下不会如此不知分寸吧？为了谭家这孩子，皇帝登基这么多年，也不肯让后宫入新人。如今人到嘴边了，谁知道他会发什么疯？当年先皇为了那个妖妃，险些颠覆王朝，哀家还历历在目。但如今谢夫人闹着要与魏远侯和离，陛下恐怕会将人接进来。只要哀家还活着一日，就绝不允许他觊觎臣妻。拿笔来，哀家要断了这逆子的心思。谭婉，竟敢向陛下告状！谁告状？告什么状？自己心知肚明。你觉得你们值得我入宫告状吗？谢云舟，你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。你还嘴硬是吧？若不是你跑到陛下面前告御状，陛下怎么会不见我？还有内务府，又怎么会按着我的军功赏赐迟迟不肯发？导致我和香姨的婚事到现在没有银钱来置办，你好狠毒的心！陛下不见你不应该想想自己的问题，为什么惹得陛下不喜？我进宫是为了给太后娘娘请安，没见陛下。哼，还在装？你现在身上穿的这件云锦衣裳，就是陛下御赐给你，你怎么说？不对啊，陛下好端端，为何突然赏你一掌？莫非你和陛下？谢云舟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编排陛下！你的脑袋不想要了吗？是因为我的衣服被茶水给打湿了，太后娘娘亲口御赐的衣物，爱信不信。可养心殿的宫女说，陛下贵为天子，什么样的女人没有见过？怎么会看得上她呀？云舟，定是你听错了。谭氏，就算你去告状也没有用。我和云舟战绩斐然，
陛下岂会帮你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内宅妇人？那你们还在这儿狗叫什么？还不快滚！放肆！云舟，别和他浪费口舌，别忘了我们今天来的目的。谭氏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前些时日你大闹家宴，又把香姨推下府，真是恶毒至极。好在香姨善良大方，不想与你计较，你就把你的嫁妆全拿出来送到国公府，替我下聘，也替我和香姨操持婚礼，就当做是你的赔礼，如何？谢云舟、许香宜，你们两个还真的是我见过最不要脸的狗男女。我们已经是极其善待于你，你该知道感恩。善待？你们两个先是无媒苟合，生下野种，再又降妻为妾，不顾我的颜面，后又拿我弟弟的性命威胁我。我以为你们已经够不要脸，没想到还有更不要脸。夫为妻纲，我用你的嫁礼乃是天经地义。若我不同意呢？哼，你弟弟的命不想要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夫君，你说的对，夫为妻纲，那二位的婚宴需要妾身帮衬。你该不会是想从中作梗吧？我弟弟的性命还在你们手上，我岂敢胡来？只不过突然想明白一句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往后的日子还需许姑娘高抬贵手。爸，香姨，就交由他来操持，他主持钟馗这么多年，如此一来的话，也省得娘亲操了。好吧，这恒芜院，我记得是侯府最大的一个院子啊。是啊，怎么了？这院子我要了，今晚上你就搬出去吧，最好呢离这儿远点，不然我和云舟洞房花烛夜，你听着墙角该多难受啊！你们不要欺人太甚，还轮不着你这个贱婢说话，退下！好，我答应。哼，碧荷，去收拾一下。啊，算你识趣。云舟，陪我用膳。姑娘，这对奸夫淫妇简直欺人太甚，您当真要顺着他们吗？天要其亡，必令其狂。谁笑到最后，大婚那日，必见分晓。吉时已到，新人就位，准备行礼。听说魏远侯为了迎娶许氏为妻，一回京啊，就降正妻谭氏为妾。一拜这个魏远侯真是爱惨了许氏啊！是啊，这看起来也般配极了。谭氏无错，岂能轻易降为妾室？若人人都能降妻为妾，大周的纲常岂不是乱了套了？乱了又如何？这是他们家的家事，咱们可管不着。是啊，哎，要怪就怪谭氏搂不住丈夫的心，才有这一下场。夫妻对拜。慢着！你们先慢着！是何人？竟敢在我大喜之日擅闯侯府，你不偿命了！哎呀，小的病苦啊！为了一桩生意，差点把命都搭下去了。大侯府仗势欺人，大家快点为我做主啊！哎呀，哎呀！哎呀，我的好姑娘，你怎么还有心思在这练字啊？再过不久，那对奸夫淫妇就要入洞房了。您不是说今日喜宴会有一场大戏吗？急什么？这主角都还没到场呢。什么主角啊？夫人，侯爷有请。瞧，这不来人了吗？
新娘子怎么还没入洞房啊？再过一会儿，怕是要错过吉时了。你还有脸问？我问你，为何不把账务清了？现如今的好，旁人到我的婚宴之上来讨债，你让我侯府颜面何存？好啊，我急。那侯爷给我银钱。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？这次你拿你的嫁妆来置办我和香姨的婚事，你究竟闹些什么呀？把你当猴耍呀？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故意的。我说什么，你们就信什么。不就是把你当猴耍？属我！你竟敢骂我！谭氏，注意你的身份！哪家妇人像你这般咒骂自己的丈夫？真不怕我谢家休了你吗？我看休了她得了。一个不为夫君着想的女人，要来有何用？为了一己之私，竟让人在阿兄和香姨嫂嫂的婚宴上大闹，这种毒妇，打死都不为过。擅妒乃是七出之条，谭氏不愿新人入府，按理来说是该休了。是啊，她都被贬为妾室，哪里来的资格敢对夫家指手画脚？谁说我家姑娘为妾室？谢家一无文书，二无禀告圣听。所谓降妻为妾，都是他们谢家口头之言。那是我阿兄着急娶香姨嫂嫂，没工夫搭理谭氏罢了。等香姨嫂嫂进了我们谢家的门，马上就让谭氏进妾视察。谭氏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马上把赊的账给我结算清楚，然后再老实跪下，给云州和香姨认个错，此事就算是过了。我若不呢？你能奈我何？拿我的嫁妆，让我的夫君另娶新妻，你们好大的一张脸！自古以来，女子出嫁从父。你既然嫁进了我谢家，那你这个人，你的嫁妆，还有你的上上下下，那都应该是云州的。云州用你的嫁妆，不管是做什么，那都是天经地义。天经地义？当然，我阿兄当年娶你，不过是可怜你一介孤女，无父无母，还带着一个拖油瓶的弟弟。你以为凭你罪臣之后的身份，怎能嫁进谢家，当我们侯府主母的？可怜我，罪臣之女。韩婉，我劝你适可而止。论出身，你不如香姨出身高贵；论能力，你手无缚鸡之力，只会在内宅里面哭哭啼啼。我要你何用？我告诉你，我另娶新妻乃是我明智之举。要我何用？我谭婉活至今日，还真是没见过像你们谢家这样厚颜无耻之人。放肆！如此大逆不道之言，你也敢说得出口？莫不是想被我掌嘴？我哪里说错了？谢云州，你离家3年，给我留下这个看似高门，实则内里却穷困潦倒的侯府，是我拿出嫁妆，操劳了4年，才有了你威远侯府如今的华贵模样。你说我没用？老夫人，若不是我知道您出自书香门第，读过几年书，不然还真的以为您的脑子是被粗使婆子的洗脚布给裹了，不然怎么会认为女子只要嫁为人妇，就要成为男人的奴隶，任其搓磨？您还真是愚昧！你敢不敬长辈？不是不敬，是你呸！你岂有此理！娘，韩露，我娘要是被你气出个好歹，我要你生不如死！没死就继续给我听着。我大周的律法上清清楚楚地写着，
嫁妆乃女子的私产，若合离，可带走。如果你们要是想霸占我的嫁妆，我便击鼓鸣冤，让世人都看看你们谢家的狼子野心。你，别人家都能如此，怎么到了你这儿就不行了？怎么，你是想越过大周的律，改革新的律法？我可没这么说，别胡言乱语。还有你，3年前我初见你的时候，只不过是个穿着旧衣的小姑娘，是我这个姑娘为你操持新衣，让你穿金戴银，还请教习嬷嬷教你念书。你的书都读到了狗肚子里了。你既然嫁给我阿修，就理应伺候我。既然如此，长嫂如母，你唤我一声娘，也不枉我伺候你3年。你竟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话，你就不怕遭到天打雷劈吗？我有何不敢？我谭家世代高洁，当年被污蔑通敌叛国，我祖父壮柱为证。陛下查清楚真相后，追封我祖父为英国公。我如今的一言一行，问心无愧。倒是你们这些人，被我养了3年，如此对我，就不觉得心中有愧吗？是啊，依谭氏所言，把这谢家比作是白眼狼，更不如说他是吸人血的水蛭，吸完了还要倒打一耙呀！哎呀，谭氏真是太可怜了。谭婉，这便是你的目的，故意让我在外人面前出丑，好阻止我娶香姨。哼，你做梦！够了，谭婉，我谢府试用了你些嫁妆，可你至于故意装出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来引得别人同情？待婚宴结束之后，我尽数退婚。不用了，碧荷。这是何物啊？这是我家姑娘3年来给侯府花费的银钱，共计586万白银。姑娘心善，给你抹个零头，共计500万。谢侯爷，还吧。这谭婉居然为了侯府花了这么多钱，这不可能！谭婉，你为了羞辱我，你故意夸大其词是吧？你若是不信，可以问问你娘和你妹，我有没有撒谎？你就是夸大了，普通人家1年100两都花不到，我和云瑶怎么可能花了你那么多钱？我娘说的对，我们又不是猪，怎么会有那么多钱？1年前，谢老夫人您缠绵病榻，我家姑娘花费重金请华神医出山，诊费1万两一次，一剂药便是1000两。夫人您可是整整吃了1年呀！谭氏居然请到了神医，那可是轻易不出山的老神仙呀！谢小姐您自小怯懦，出门在外常常被其他贵女看不起。我家姑娘见你可怜，将从前伺候过多位皇后的王嬷嬷请了回来，教你礼仪规矩。1月3000两，王嬷嬷教了你整整2。王嬷嬷，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人物啊！多少贵女以被她教为荣，许多被她教的人，大多都嫁进了皇室。按这么说来，谭氏对谢家可谓是掏心掏肺了。再算这侯府各处的摆件、孤品、下人的月钱和2位平日出门的花费，谢夫人、谢小姐，还需要我继续算吗？云州，这可怎么办？我们连个零头都拿不出来呀！一家人何须算得这么清楚？我说了，待我军功赏赐下来，我差人送些到你的屋里面去。谁跟你是一家人？今日我就是要与你谢家把账算清楚，便跟你和离，从此恩断义绝。陈氏，你毁了我的婚礼，就想这么一走了之？谁给你的胆子？许姑娘还未入府，就把手伸得这么长，多管闲事，不嫌寒酸吗？我和云州已经拜过堂，
我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。倒是你们，我们已经给你一条活路，让你做妾。你为什么这么不知道满足？让我做妾也是给我活路？你脑子不会是进水了吧？以你的身份，给云州做妾都是高攀，你要给脸不要脸？到底是谁给脸不要脸？许姑娘应该比我还清楚。你自诩出身高贵，却做得无美苟合之事，逼他人正妻为妾之事，你的脸皮也是厚极。你许氏是丞相之嫡女，父亲是百官之首，按理来说家教应该非常好啊，怎么生出如此不要脸的人？要是我家那位敢拿休妻为妾来羞辱我，定要与他拼个你死我活！都给我住嘴！跟云州是真心相爱，才不是你们口中什么无美苟合。你再敢羞辱我，信不信能让我爹抄了你们？你这谭婉竟敢让我这么丢脸，我今日绝不能放过他。谭氏，我让你做妾是为了你好，凭你这个被男人玩烂的身子，出了谢家，又有哪个男人敢要你这个破鞋？姓许的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啊？还轮不到你个下人说话！来人，给我掌嘴！滚开！出身相府，徐香怡，你的见识也不过尔。女子的贞洁从来就不在罗裙之下，自我大周太祖开始，便允许女子和离后便可二婚。更何况，我跟谢云州从未圆房，论破鞋，是他才对。岂有此理！堂堂七尺男儿，怎可被称为破鞋？那女子凭什么就可以被这样侮辱？今天我和离定，徐香怡，他谢云州我不要，送给温客气。哼，好一张伶牙俐齿。不过你莫不是忘了，你弟弟谭宁还在我手里？你以为我有底气站在这儿？原因是什么？你这话是何意？我早就把他给接出来了，你不会还不知道吧？绝无可能！你少在这里虚张声势，看守他的人都是跟我久经沙场的勇士，个个以一挡十，寻常之人又怎会是他们的对手？阿姐，阿宁，快让姐姐看看哪里受伤了吗？阿姐不用担心，阿珍哥哥来得及时，我没有受伤。陛下，是陛下救了你。阿珍哥哥，自己先去那边玩。陛下，那日你出宫之后，朕便着人调查了一下谢云州，这才知晓他竟将阿宁关着。朕担心你的人打不过谢家护卫，便亲自带人去了。谢陛下。你的事便是朕的事，不必生分。万一那些人跟你一样蠢，还真是小瞧你了。不过你听着，我手里就算没有谭宁，你也别想顺心与我和离。你生是我谢家的人，死是我谢家的鬼。对，阿兄不能跟他和离，让这女人在我们谢家做妾，做谢府的奴才。择日不如撞日，今日就让谭氏把这妾室茶给我敬了，也请诸位给我做个见证。香姨说的不错，女子以夫为天，云州，你让她做妾，她不得不从。娘所言极是，来啊，将这个女人按在地上，让她跪着给香姨敬茶。我看谁敢！这废物，退下！他们不敢，我敢。圣旨到！圣旨到！阿兄，你之前不是说军功的封赏还没到吗？这不，公公来宣旨，定是来给你封赏的，这可是双喜临门啊！我儿应有，陛下竟如此看重。谭婉，你现在答应给云州做妾还来得及，
只要你跪下，给我们道个歉，磕个头，我们便对你今日的所作所为既往不咎。不错，瞧见了吗？没有你，我谢云州照样撑得起侯府。说这么多废话，难不成是怕自己没命说？很好，那我就看看你我二人谁能笑到最后。哼！苏公道。今日不是谢侯爷的大喜之日吗？这厅中为何如此狼藉？公公您有所不知，我这府上的贱妾极其善妒，容不下我这新妻，故在我这婚宴上大闹于此，让公公您见笑。妾室，咱家记得谢侯爷可是3年前明媒正娶的这个夫人。哎呀，谭氏3年无所出，不敬长辈还善妒，把切出之条都翻了个遍呀，已不堪为主母。这样，那便接旨吧。谭姑娘请起，陛下特意嘱咐，让谭夫人站着接旨。站着接旨啊？我朝可没有这先例呀！真是好生古怪啊！我明白了，定是陛下不喜这贱人，连让她跪着接旨的资格都没有。谭婉，看来你这贱妇的恶名，连陛下也知道了。聒噪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闻威远侯与丞相之女许相宜两情相悦，恩爱非常，欲娶妻入府，但一夫不得有2妻，正妻谭氏无错，更是功臣之后，不可无故被休被贬，故赐休书一封，准谭氏休夫，且谭氏嫁妆夫家须悉数归还，不得霸占。钦此。什么？休夫？谭姑娘，接旨吧。谢陛下。苏公公，您是不是弄错了？这圣旨怎么会让谭氏休夫呢？是啊，这世间只有休妻，哪有休夫的道理啊？这岂不是乱了纲常？这前脚还逼着谭氏为妾，后脚圣旨就要谭氏休夫，哈哈哈哈！这谢家呀，当真是笑死人了！不可能，陛下怎么会下这种旨意？这绝对是假的，我不信。对，这圣旨绝对是假的，假的！大胆阉贼！你竟敢与谭氏串通一气，假传圣旨羞辱本侯，你是何居心？谢云州，你的脑子跟你娘一样，被洗脚不给裹了吗？假传圣旨可是死罪，你有几个脑袋可以砍？不然陛下为何会下这等违背纲常的旨意？那日你出宫是换了一身衣裳回来的，你说那身衣裳是太后赏赐的，我看根本不是吧？你是不是勾引陛下了？大胆！竟敢编排陛下！不然陛下为什么护着你，连接旨都不让你跪？当然是陛下圣母，见不得你们这帮白眼狼欺负我这个弱女子。陛下乃是圣人，分明是对谭姑娘您心怀不轨，想早日把您拐进宫里。谢侯爷、许姑娘，你们要是对圣旨有意，大可进宫去向陛下问个清楚。谭姑娘，陛下担心你孤家寡人被人欺负，特吩咐奴才帮你清点了嫁妆再回。陛下心善，臣女在此谢过了。也辛苦公公。不辛苦，不辛苦。来人，帮谭姑娘收拾吧。这都搬走了，我们侯府该怎么办呀？谭婉，今日之辱，来日必报。姑娘，您的嫁妆太多了，怕是要收个3天3夜的，再过会儿天就黑了。无妨，那咱家就在侯府住上3日，等谭姑娘清理完嫁妆再回宫。
韩姑娘先回谭府歇着吧。谢苏公公，那我就先带着这些东西回谭府了。懿旨到。懿旨到。哟，今儿是怎么了？前脚刚来了圣旨，如今懿旨又到了。谢家今日可是出尽风头了。太后怎么也来了旨意？太后为何会突然下懿旨？韩氏，你前些时日说你进宫去找太后，你这毒妇，是不是去找太后告状去了？进宫告状？好啊，谭婉，我谢家哪里薄待你了？不就是让你做个妾吗？你至于进宫搞得人尽皆知吗？今日我就要替你短命的爹娘好好教训你！娘，你这贱人，竟敢对我娘动手！你眼睛长脑后了？他动手，我还不能躲了？我真后悔当初怎么会娶了你这样的毒妇。我也是，跟你一样。嬷嬷，太后娘娘有何吩咐？诸位听了旨意便就知晓。陛下既免了你行贵礼，你就站着说。多谢太后娘娘。这贱人的命怎么那么好，一而再再而三地获得陛下和太后的优待。兹闻威远侯府谢谭氏，为夫哭守侯府4年，上敬婆母，下娇小妹，因为天下妇人表率，特传懿旨，晋谭氏为1品诰命。威远侯终生不得与谢谭氏合离。丞相嫡女许香宜许氏纳为侯府贵妾，衷心祝愿侯府阖家欢乐。我侯府贵妾，太后娘娘这是什么意思？太后娘娘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可是大周女将军，丞相嫡女，出身名门，怎么能做贵妾？贱人，是不是你跟太后说了我的坏话？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。你这毒妇，果然只会使阴招。你怎么不跟你那短命鬼爹娘一起死了算了？活在世上也是祸害。不，你们谭家人都该死！许香宜，你真当我不敢动手吗？我骂的没错。再说一句试试。你许姑娘，莫再闹了。你与谢侯爷在北境私相授受，狐媚狗合，还生下私生子谢泽，已是不知羞耻。太后娘娘看在丞相的面上，给了你一个贵妾位分，你当知足。周嬷嬷竟然会帮我说话？什么？许氏竟然跟谢侯爷有了私生子，这狐媚狗合，那可是重罪啊！亏他还是丞相嫡女，自诩出身名门，此等作为，同勾栏院的继子有何区别？谢侯爷也是啊，府上正妻，劳心劳力替他操办侯府，他居然在外边养了个外室，呸！负心汉，真是一对奸夫淫妇！你胡说！云昭，你快解释啊！香宜，周嬷嬷是太后身边的红人，若此时我们矢口否认，无异于打了太后的脸。你自己忍忍吧。对了，圣旨说要休夫，懿旨说不准和离，这谭氏该如何是好啊？自是听太后娘娘的，哪有儿子越过母亲娶的？您说对吧，谢夫人？看来太后娘娘是铁了心不想让我休夫了。只是我想不通太后娘娘为何不愿。夫人，既然如此，许姨娘，敬茶吧。
许姨娘，敬茶吧。你休想！我堂堂大中女将军，岂会向你这种深宅老妇敬茶？我自是不愿意喝你敬的茶，觉得晦气。只是你若是不敬茶的话，就进不了侯府的门。你跟谢云州的私生子，也没办法光明正大的认祖归宗。那则不是私生子，难不成是野种啊？韩婉，你云州，你眼睁睁看着他这样欺负我，你赶紧给我做主啊！云州，依为娘看，谭氏休不得，休了他，她的嫁妆可就拿不到了。而且太后懿旨，要是不遵，那就是抗旨呀。我知道娘，可是香姨她肯定不愿意呀。那是太后下的旨，许氏不同意，那又能怎么办？他和你把孩子都生了，未婚生子，天性放荡，让他做个妾怎么了？娘，谭氏有钱，许氏有家世，你把这齐人之福享了，你的仕途就不愁了呀。娘，你所言极是，孩儿明白了。来，香姨，还是把茶敬。什么？你谅解谅解我吧，太后不让他和我和离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这样，你先把妾室茶敬了，等我来日寻到机会，再将你扶正，可好？你把我的脸面往哪里搁？你醒醒行不行？抗旨不遵乃是大罪。就算我的将军府被连累不要紧，可你想过岳父大人没有？啊？喝吧，喝呀！香姨已经给你敬茶了，你究竟还要做什么？你，哎呦！我为尊，许氏为卑，那敬茶不应该跪下吗？谭婉，你莫要得寸进尺啊！妾室进门本就应该给主母下跪敬茶，这是定死的规矩。我遵循规矩办事，怎么就成了我的不是啊？嬷嬷，你看这许氏还未进门，就如此之威风。这要是进了门，这侯府哪还有我这个当家主母的位置？我还是下堂吧。只可惜娘娘的一番厚爱。许氏仗着有个丞相爹，还没进府就如此嚣张跋扈，这谭氏以后的日子怕是不会好过喽。若非太后下旨不得和离，谭氏估计早就被谢侯爷贬妻为妾。这许氏的枕边风可厉害着呢。早知如此，还不如当初就休夫离府呢。这谭氏倒是聪明，知晓势单力薄，便想拉太后娘娘来立威。罢了，如他所愿。妾就是妾，不能越过主母。来人，请许姨娘敬茶。给我放开！周嬷嬷，你这是做甚？太后娘娘亲自下旨替侯爷整顿内斋，您可倒好，纵容妾室顶撞主母，是想全盛京都学了这宠妾灭妻的做派，使得家宅不宁。嬷嬷，您言重了吧？许氏，不管你从前如何尊贵，既入了侯府做了妾，便要谨守妾室本分，可明白？我不，我是丞相嫡女，是上过沙场、杀过敌的女将军，向一个妇人下跪，岂不是辱没了我将军之风？谁叫你做了妾？谁叫你做了妾？谭婉，你想抗旨吗？抗旨不遵者，轻者重打50大板，重者牵连9族凌迟处死。许氏，你可想清楚了？香烟，今日先顺他心意，往后我定找机会帮你出这口恶气。听话。对，违抗懿旨可不是小事呀。
敬姐姐喝茶。谭婉，迟早有一天，我要将你五马分尸，暴尸荒野。这茶我便喝下了。妹妹要好好伺候侯爷，多为侯府开枝散叶。既已礼成，若没什么事，我就先退下，就不打扰侯爷跟妹妹的吉时了。许香怡，我真是爱惨了你这副看我不顺眼，又拿我没办法的这副样子，暂且让你得意几时。等等，要走，把账目清了再走也不迟。谢云舟，你还真是不要脸，到现在还在惦记着我的嫁妆。我说了，赏赐下来我自然会还。想跟我借嫁妆？行，跪下求我是你夫君，你是不是以为有太后给你撑腰，我就不敢动你了？谢云舟，你若是敢动我，我定会让你们谢家如今日一般，成为整个京城的笑柄。侯爷结的差不多了，您看这账。是啊，快点把账结了吧，正好让诸位做个见证。若是没有银钱，你就拿你妾室的嫁妆填一下也行啊。是，对啊，我也有。侯爷，谢云舟、许香怡，既然天意不让我走，接下来我便让你们瞧瞧何为请神容易送神难。奴婢参见陛下。儿臣参见母后。皇儿，皇帝今儿怎么有空闲来哀家宫中啊？可用膳了？母后为何不让阿婉和离？您是看着她长大的，她所嫁非人，您当真忍心看她在后宅被谢家搓磨？皇帝这是为了一个女人亲自来质问哀家。儿臣只是不解。哼，皇帝何须在哀家面前装模作样？你不就是想让谭氏和离，然后把人掳进宫里，胡作非为吗？母后既已得知儿臣心思，又何必出手阻拦？哼，你贵为天子，却一心觊觎臣妻。你说哀家为何要阻拦？皇帝难不成是想要臣子寒心，天下人耻笑吗？如今北境大盛，天下太平，儿臣已尽皇帝的责任，此刻只想像平凡男子一般，与心爱之人相守一生，有错吗？你是皇帝，是天下之主，就不可随心而来。朕偏要随心呢。霍真，只要哀家活着一日，谭婉就不可能入宫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儿臣也送母后一句话，不是谭婉，儿臣一生不娶，这后宫便空着吧。你这逆子是在威胁哀家。娘娘，陛下这是气上头了，言语上才失了分寸。哀家都是为了他好啊，他反倒过来兴师问罪，真是昏了头了。娘娘，陛下竟如此执着，何不遂了他的意？谭姑娘虽已为人妇，但却是干净身子，加之又是谭太师的嫡孙女，前朝再闹也得看看谭太师的面子不是？哀家又何尝不知这孩子是好的？可帝王家最忌讳出痴情种，这鸳鸯谱，哀家断定了。姑娘，奴婢方才回来听了个笑话。什么笑话？姑娘昨日走后，那些个掌柜硬是让侯爷当着客人们的面写下欠条才肯离去，这事儿都传遍圣经了，大家伙可都笑死了。许香怡那么爱谢云舟，
就没用自己的嫁妆填账吗？许氏虽是丞相嫡女，嫁妆不过20-30台，哪够填的？丞相嫡女，很快她就不再是了。对了，杜若那边在盯着丞相府的动静，可有什么消息吗？未有消息传来。说来也奇怪，咱们的人盯了丞相4年了，竟没查出他半分通敌卖国的罪证。不着急，只要做了，就一定会留痕迹，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罢了。这么多年都等了，不差这一时。这一桌子饭菜，连点荤腥都没有，让人怎么吃啊？把后院的厨子和裁员给我叫过来。侯爷，狗奴才，看看你们做的饭菜是人吃的吗？肉呢？府上每个月给你们发这么多钱，你们居然还敢在眼皮子底下中饱私囊，你们胆子可真大呀！侯爷饶命啊！侯爷，菜买每天买回来的就这些菜，奴才也没办法呀。侯爷，不是奴才不想买些肉回来，是账房只给了奴才1两银子，只够买这些菜啊。1两银子？怎么可能？夫君，如今掌家的还是谭氏吧？妾身刚入府第1日，便克扣府中支出，这怕是在给妾身下马威吧？这个谭氏竟如此狭隘善妒，怎堪为高门主母？左右他跟咱们离了心，不如以后就由香姨来执掌府中中馈吧。这不太好吧？香姨，在我心中只有你才是正妻，你就执掌中馈吧。你们听着，从今日起，谭氏不得执掌中馈。另外，没我的命令，不能让他出祈愿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传！回侯爷，夫人今日一早便将账本和库房钥匙还给了账房，说从前那些银钱全当喂了狗，往后这府中中馈他再也不管了。原本府里所有支出约是由夫人嫁妆里所出，如今夫人不在掌家，今日那1两银子已经是府中最后的1两银子了。什么？这侯府好歹也是勋贵之家，怎会落得如此窘迫？退下吧。还不是谭氏那个贱货，这些年他掌着中馈，也不知道从中捞了多少油水呢。要不然我侯府怎么会被一个妇人裹挟？香姨，要不然用你的嫁妆撑几日，等云州的赏赐下来，一切就都好了。香姨，辛苦了。好吧，云州，你寻个日子和谭氏把房圆了吧。这女子啊，有了孩子就老实了。可娘，这谭氏性格刚烈，定然不会愿意。况且我早已许诺香姨，此生与她一生一世。男子3妻4妾，乃是天经地义之事。那许氏若敢有意见，我就好好给他立立为妾的规矩。至于谭氏，用点手段便是。只要她成了你的女人，那些嫁妆咱们就收入囊中了呀。娘，您所言极是啊，孩儿明白了。香姨在北境风吹日晒，肌肤摸起来粗糙的紧，可谭娃常年养尊处优，那一身细皮嫩肉，想必把玩起来别有一番滋味。谭婉，你怎么进来的？阿婉，你就不想做我真正的女人吗？你等了我整整3年，你等了我3年，让为父好好等等你啊！滚开！我以为你只是忘恩负义之徒，没想到是下九流的畜生！畜生！你娘的！老子是你夫君，为何不能碰你啊？谢云城！
最爱的是许香怡吗？可你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在干什么？香姨她又不在，而且你这样的贱女人，我要不破了你的身子，你肯乖乖听话吗？啊，别乱动啊！我告诉你，只要你今晚上乖乖从了我，我就保留你当家主母的几分体面，否则你知道后果。别动，别动啊！贱人，你这个贱人！姑娘，给我滚出去！是。快把他拖走！贪玩，等着瞧！姑娘，奴婢出去换人时，看见咱们院里的人大多昏睡了过去，好像被下了迷药。这谢家当真是歹毒，早就料到了，不然他也不会这么轻易的就能进来。方才就该剁了他那2两肉。走，这家里我一刻也不想待了。谭婉这个贱人，怎么做得出如此恶之事？阿兄可是他夫君呢！云州要是有个半点闪失，我绝饶不了他。大夫，我儿如何了？女子之事，无碍吧？侯爷那处伤得厉害，得先吃几服药瞧瞧，再做打算。这，你的意思是我儿那处坏了？谭婉，我要去撕了那个小贱人！谢云舟，你刚刚是不是去谭婉的院子里？香姨，刚刚是我让云舟去，我要他说，你是不是想跟他圆房，坐享其人之福？别碰我！香姨，我都有你了，我怎么还会有这种龌龊的想法？更何况，我岂能看上谭氏那种妖蛮恶妇？他给你提鞋都不配。刚才为什么去他的院子里，还被他伤了？我那是为了找他算账。算账？正是啊，他前些时日把我们的大婚之宴搞成那个样子，我岂能善罢甘休？谁知道这个贱妇居然想勾引我。他说你之前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，想让我回心转意，我一下就把他推开了。我说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，我心里只有香姨。谁知道那恶妇恼羞成怒，趁我不备偷袭于我，才把我伤成这个样子。当真？我何时骗过你啊？徐香姨，我为了你被那个恶妇伤成这个样子，你如今却这般想我。好，若是你不信，我可以发誓，我谢云舟方才若是有半句虚言，我天打雷劈。我信你便是了。谭婉既然你这般离不开男人，那半月后太后寿宴，我送你几个便是。这个字再写一遍，一撇一捺。好好拿笔，好好写。姑娘，侯府那边送了张帖子过来，说是让您和侯爷一起入宫参加太后寿宴。太后寿宴，按理来讲，各家命妇都得进宫祝寿。姑娘若不去，怕是不好给宫中交代。我那日离开谢府以后，京中便传出谢云舟宠妾灭妻的名声，我不去倒也应该，反正总丢的不是我们的脸。姑娘，姑娘，宫中有份请帖送来了。
准备一下，明日进宫给太后贺寿。姑娘主意怎么变得这么快，还笑得那般有些荡漾。他怎么在这？我堂堂大周女将军，为何不能在这？倒是你，明知今日是太后盛宴，还来得这般晚，如此怠慢，是想被她怪罪？与你何干？区区一个妾，守好你伺候男人的本分就好。若不是太后旨意，谁是妾还说不定呢。哼，这世间哪有那么多若妃啊？既当了妾，便一辈子都是妾。许姨娘，认命！你。云州，你看看他！够了，唐婉，不要故意刺激香姨，来引起我的注意。你听着，在我心里，你连这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这下你该死心了吧？谢云州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个畜生。先前听说谢夫人替威远侯伺候亲母足足3年。结果威远侯大胜归来，却闹出个贬妻为妾的笑话来。今日一看，真是薄情。那许香宜也是，自诩出身名门，却干得出与男子无媒苟合之事，想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就如此心性，还敢欺负谢夫人，当真是不要脸！都给我闭嘴！你们谁再敢议论，信不信我立马禀告陛下，立马叫人处置了你们！谭婉，很快我就会让你笑不出来了。苏公公，谭姑娘，陛下有请，请吧。陛下，陛下写了帖子宣我入宫，又让苏公公等我，怎的又不在？朕一直在这等你，朕一直在这等。陛下，先放开臣服。陛下素来之礼，为何2次都如此猛了？往后，在朕的面前，自称阿婉即可，臣妇2字，着实难听。可命妇一直都是这样自称啊。朕不准，就是不准。是啊，陛下宣阿婉进宫有何事？那日母后下了懿旨，苏德海回宫告诉朕，朕才知晓。对不起，是朕思虑不周。你放心，待朕寻找机会了，定会让你和谢云州和离。陛下是在向我道歉吗？这哪里使得？陛下言重了，阿婉并未在意此事，只不过是不太理解太后娘娘为什么会下那道懿旨。不过已经不重要了。既然我不能和谢云州和离，那就顺其自然。左右许香宜也只是一个妾，翻不了多大风浪的。可是朕很在意。陛下，阿婉，朕想你和离，想娶你为妻。娶我为妻？陛下，您是在说梦话吗？娶我为妻？陛下，您是在说梦话吗？寿宴马上开始了，臣妇阿婉先告退了。陛下，阿婉，朕等了你8年，我自少时便认定你是我的太子妃。可8年前，先帝宠信奸臣妖妃，将我囚禁东宫，老师撞柱身亡，谭府遭逢巨变，你流放漠北，
当时我什么都做不了，好在蛰伏之下，我赢了。我一登基，便命人将你从漠北接了回来。可是，你却忘了我，嫁给他人。阿婉，朕等了太久太久了，这一次不想失去你。太子哥哥，谢陛下厚爱，只是我若合理，绝不二嫁。我若合理，绝不二嫁。为何？你若是担心朝臣和母后阻拦，有我在，我绝不会让你吃半顿亏。我大周鼓励二嫁，可那多是平常人家。我若二嫁入宫，朝臣们如何说陛下？史书如何写陛下？那些我不在乎，可我在乎那些流言蜚语。陛下如今不过是被年少不可得之物困住了。您是君，我是臣，那我偏要。陛下，快开宴！没眼力的东西，罚俸3个月。咱家该不会扰了陛下的好事吧？许香宜竟然不在。方才你去哪儿了？我警告你，宫规森严，你莫要到处乱跑得罪人，连累我威远侯府。管好你自己吧。皇帝再看，那也不是你的。母后何必挖苦儿臣？今晚我就让你彻底死了心。什么？你有我娘的下落？带我去！你有我娘的下落？带我去！这边。我是姑娘的贴身婢女，为何不能去？谭夫人身份敏感，只愿见谢夫人一人。碧荷，你在这儿等我吧。是，姑娘，请。我找了我娘10余年都没有消息，前些年我有入宫几次，为何那时不来见我，偏偏今日愿见我了？而且，为何偏约在这么偏僻的宫殿？谢夫人，你不妨转个身。美人儿，快来姨怀里啊！许小姐，一切都办妥了。韩婉，这便是你得罪我的下场。待会儿我就让圣卿贵族们瞧瞧你与侍卫通奸的荡妇模样。哎呀，美人儿，快来姨怀里啊！美人儿，你别跑，让爷好好疼你疼你。贱人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别怪老子不客气。你为了我什么？此药一旦入口，必须与人交换，否则马上暴毙而亡。阿婉呢？朕看他一直没回来，是不是迷路了？奴才这就马上去。大事不好了，谭姑娘出事了。皇帝，你此去怕是晚了。
老子杀了你！把这人拖出去杖毙！饶命啊，陛下！饶命啊！是有人指使小的这么做的。先把人关起来。陛下，陛下！陛下，我好难受。朕马上去找太医。太医没有。谢侯爷，奴婢刚才撞见谢夫人正在与男人亲热，你快去看看吧。什么？你确定你看清楚了？那可是侯府夫人，容不得你污蔑。奴婢所言句句属实，诸位若是不信，大可随奴婢前去看一看，究竟有没有污蔑谢夫人。云州，看来谭婉早就背着你有了相好，不然为什么跟你和离，还要挑在我们大喜之日请旨休夫？他这是想把负心汉的帽子扣在你头上，好把自己摘出去。之前只听说谢侯爷辜负糟糠之妻，花了谢夫人100万两银子，甚至还要给妻做妾。现在看来，谢侯爷才是被负的那一个。谢夫人是谭太师孙女，知书达理，素有贤名，不该如此啊！谁知道呢？有些人表面上看上去人模人样，背地里又是另外一副面孔。哼，哎，真是可怜的谢侯爷，这才回京不到几日，就成了绿王八，哎，真是倒霉呀，倒霉！我一定要让他不得好死！带路。哼，今日我要手刃了那对奸夫淫妇！谭婉，你的死期终于要到了。就是这儿啊！清凉，这不就是谭氏的声音吗？他竟真的与人通奸了！奸夫淫妇，拿命来！哼！放肆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陛下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谭婉呢？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陛下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谭婉呢？朕不在此处，那该在何处？怎么，你想越俎代庖，插手朕的行踪？臣妇不敢。既然不敢，那还不快滚！谢爱卿可有话想说？回陛下，臣听闻臣妻谭氏在冷宫与人私通，所以特来此诛奸。在冷宫私通？是的。如今冷宫有谁？陛下，谢爱卿的意思是朕在冷宫与你的妻子私通？谁跟你私通啊？待朕打发这些不识趣的人，再好好陪你。陛下登基数年，从未与女子如此亲近，这女人怕是专门蛊人的妖精吧？谢云州，朕在问你话。臣不敢，陛下乃九五之尊，岂能看上谭氏这般顽劣不堪的普通女子？她是普通女子，你有眼无珠罢了。那尔等还不快滚！怎么，要朕亲自送你们不成？臣等告退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陛下为何在此处？谭婉又去了哪？总不能那里面是谭婉。是的，陛下定是和谭婉有牵扯，否则大婚那日怎会下一道圣旨让谭婉休夫？如此看来，便是我小瞧了他。既如此，臣妾勾引陛下，我倒要看看谭氏受不受得住朝臣的唾沫星子。那宫女不是说谭婉在此处和人私通吗？若是我说谭婉就在里面，你信还是不信？走开！那不是谢夫人吗？谢夫人竟然跟皇上私通，那陛下岂不是成了奸夫？陛下，他们都看见了我的脸。无妨，有朕在，没人敢动你。
完了，这下谢侯爷真成绿王八了。还是陛下给的，那谭氏真是好手段呀！臣妻真勾得不近女色的陛下在冷宫颠鸾倒凤。谢侯爷下次寻你夫人，怕是要去龙床上找了。都给我住嘴！看完，就给我这种奇耻大辱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！启禀陛下，夫人的药性已经彻底散尽，吃些安神的药即可，身上的皮外伤再养些时便可痊愈了。退下吧。是，微臣告退。你没什么想说的吗？我不知道说什么。你主动亲了朕，抱了朕，还差点对朕行不轨之事，这些你都不说说吗？陛下，我好难受。朕马上去找太医。那些都是意外，我并未想对你那般。阿婉的意思是，毁了朕的清白就不认朕了，也不想给朕一个名分。我不是那样。那你是何意啊？方才是朕的第一次与女子这般亲近。罢了，阿婉不想对朕负责，朕又有什么办法呢？陛下，你我身份悬殊，不仅大臣那边不愿意，太后那边也是个难关。不如今日就忘了此事吧。忘不了。朕只问你一句，你愿不愿意嫁给朕为妻？太子哥哥不同于别人，我信他以后又有何妨？若我说我愿意呢？那你便等着，朝臣与母后这边由我扛着，你只需要等着做一个新娘就好。好，我相信你。陛下，奴才有要事觐见。滚！你还是见见苏公公吧，万一真的有大事呢？进。陛下，欺负谭姑娘那个侍卫招供了。说，听侍卫口供，说是有人指使并给他下药，玷污了谭姑娘的身子。具体是何人所为，他不知道。奴才按照这个线索查下去，查出是威远侯侯府的贵妾许氏所为。是许香宜。是。当时有一个宫女说，她知道我娘在何处。这些年我一直在找我阿娘，一时激动，竟忘了探究真假。可是许香宜是怎么收买宫女的呢？因为太后和许丞相暗中相助了呀。可这能和谭姑娘说？陛下，是奴才御下不严，才出了这种岔子，还请陛下和谭姑娘责罚。罚俸3个月。许香宜能帮他收买宫里的人，怕是只有他的父亲。陛下，今日之事恐怕……朕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当年谭家灭门之灾，还不想考虑儿女情长。陛下，你怎么知道？谭太师是我的老师，当年的灭门之灾，我又怎么会不恨他？阿婉，我同你一样，想为谭太师报仇。我之所以将许敬之留到现在，就是想给你一个报仇的机会。难不成这些年你一直在筹谋？当然，就连你阿娘，朕也去寻过，只不过事隔多年，实在是没找到。等处置了许敬之，我们再一起找他可好？好。什么？要让我状告唐婉，他通敌叛国？唯有这样，谭婉才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云舟，你就不想洗去他留在你身上的耻辱？此事事关重大，
通敌叛国需要讲究证据，可谭婉没做，说是陛下护着他。做不做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别人认为他做了。至于陛下，陛下只是一时被他迷惑了心智，等他看清楚那女人的真面目，只会加赏咱们。妙计，妙计呀，相宜，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恭送启禀陛下，臣要揭发臣妻谭氏通敌叛国。恭送启禀陛下，臣要揭发臣妻谭氏通敌叛国。你可有证据？有。陛下，此乃我在府上发现谭婉与敌国来往的信件，还望陛下过目。这实打实的物证。谢爱卿，单凭这点物证，恐怕定不了罪。我就知道陛下不会轻易相信，幸好我早有准备。陛下有所不知，这封信件上的字迹与谭婉的如出一辙。若是陛下不信，可宣谭婉上殿，当场书写一封比对字迹。除此之外，臣还有人证可以证明谭婉通敌叛国之实。那便宣谭氏觐见。谭氏，谢爱卿告发你通敌叛国，还呈上了你与敌人的书面来信，你可有话要说？欲加之罪，责换无辞。谭婉，任你今天巧舌如簧，也改变不了你通敌叛国的事实。眼下铁证如山，上面的字迹与你的一模一样，你作何解释？况且除此之外，我还有人证。相宜怎么来了？臣妇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是证人？是。那日威远侯发现谭氏与敌国通信来往时，臣妇就想起北境见过一人，正是臣妇身后的徐大。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他是谁？他乃是谭家护卫，3年前跟随谭家商队前往北境，进入了蛮夷地界。而那时我军恰好输了好几场败仗，我问了他才知是谭婉指使了他们，给敌军送了我军边防。致使敌军摸清了我军行迹，还打得有史以来伤亡最重的一场败仗。记得了那场仗，就死了足足10万人，还是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祖父当年也是犯同样罪，被先帝放了满门抄斩。谭太师以此为证，陛下不是查清楚了吗？多年前的事与谭氏无关吧？祖父，这可是足足10万条人命，可知有多少父母妻子还等着他们的儿子回家？是啊，他们害惨了，害惨了！叛国呀！最毒。你是徐大，我记得3年前你因为盗窃和调戏女子被我赶出了府，怎的记恨我，所以跟许香宜勾结在一起陷害我？我说的句句属实，你就是叛国贼！拉出去！人证物证俱在，我看你作何解释？是，书信是我写的，我也令我的商队去过蛮夷之地。那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陛下，请将这贱人凌迟处死！连事情的缘由都没有查清楚，也敢在我面前叫嚣！收信的人是我安排在蛮夷之地的暗线，我让我的商队进入蛮夷，也是为了换他们的布防图。不然，怎么我军吃了败仗以后，就再无败绩了呢？你少在这信口雌黄！你若不信，可以去问问当时的将士，有没有收到过布防图。你们告我通敌叛国，我还要告许敬之许丞相以权谋私，勾结外族，置我大周几10万将士性命于不顾。大胆！诬告朝廷命官，
你可知有何后果？污蔑许敬之，难道你忘了你之前都做过什么吗？老夫行得端，坐得正，从未有过叛国之心。老夫生是大周的人，死是大周的鬼，倒是你与外族暗通款曲。你可知谁都有可能通敌叛国，唯有我绝不可能。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丞相有所不知，谭姑娘还有另一层身份。什么？谭姑娘乃我大周第一皇商，富可敌国。这几年她捐赠的粮草和银钱价值几千万，若非她鼎力相助，诸位觉得这仗能这么快结束吗？这一层快谭婉是第一皇商，还富可敌国。是啊，威远侯你有眼无珠，还想降妻为妾？这不可能！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内宅妇人，怎么可能是皇商？怎么你就可能上战场，我就不可能是皇商了？反倒是你们污蔑我通敌叛国，是何居心？许香宜，你还真可谓是许丞相的好女，连污蔑的手段都一脉相承。10年前，我祖父不过是参了你一把，你便污蔑我祖父通敌叛国。我何时污蔑过你祖父？当时你祖父心虚壮柱，与我何干？当时你祖父确有证据通敌。贼喊捉贼，通敌叛国的明明就是你！你有证据吗？当然。陛下，臣妇要告许敬之勾结外族，置我大周几十万将士性命于不顾，并诬陷太师府通敌叛国。臣妇有证据，可否呈上？准！我就看你这个丫头片子能拿出什么来。我父亲乃是文官之首，一心为国为民，不可能做出通敌卖国之事。若是你污蔑，定要你给我许家，给我爹磕头认错。那便走着瞧。多年前的事情，我就不信你还能找得到什么。更何况我与那些人的东西早就藏起来了。这些是许敬之许大人和北境可汗的书信往来，诸位请看。这是许丞相的字迹，确实是啊。这不是我写的，是你叫人模仿的。你为了污蔑我爹，还真是不择手段。你觉得我这是在污蔑？那你看看这些呢？这些是我跟陛下借的事物，从许丞相府中的密室里拿出来的，上面可还刻有北境可汗的皇室图腾。许大人，你作何解释？还有这个布防图，10年前我军惨败，他许敬之污蔑我祖父通敌叛国，实则是他收了北境可汗的好处，将我军的布防图给了北境，使我军惨败。许大人作何解释啊？不，边防图与我无关。这上面的印章可有你许敬之的名讳？爹，你当真做了这事？许敬之，你竟然为了一己私利出卖我军将士，你可知他们的父母和妻儿还等着他们归家？你知道当年我朝立了多少衣冠冢吗？因为他们身体残破，连是谁是谁都不知道，都是因为你。不止，还有谭太师，谭府上下几十口人，皆因你所害，把他家破人亡的境地，你可对得起他们？哎呀！阿婉，老师他们瞑目了。太子哥哥，阿婉终于替谭家报仇了。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丞相许敬之勾结外敌，残害我大周几十万将领，其罪可诛。即刻下诏，满门抄斩，以儆效尤。威远侯谢云州心思歹毒，构陷有功之臣，罪行恶劣，着谢氏一族流放漠北，永世不得入京。